日本最近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整整5周没有发生明显的地震。要知道，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日本，平常每天都有地壳活动，动不动就能监测到小地震。如今连续5周地震沉默，让许多人不寒而栗，不禁要问，预想中的大灾变是不是快要降临了？是不是大地正酝酿着一次可怕的能量宣泄？也许这正像一场地球的献祭仪式，该来的终究会来，时间问题而已。这种诡异的平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这5周的地震寂静以及它背后潜伏的巨大威胁。首先要从今年7月初闹得沸沸扬扬的7月5日预言说起。今年网络上疯传一则来自日本的末日预言，一位日本漫画家在他的著作中声称2025年7月5日当天下午，日本将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甚至连时间都精确标注到7月5日凌晨4点18分，还描述说日本南海海槽附近会强震引发大海啸，海床隆起出现新大陆，整个灾难犹如世界末日。这个听上去相当离谱的预言，却因为漫画家过去曾巧合预言过大事件，如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社群网络上巨大的关注和恐慌。很多人宁可信其有，不惜改变行程，就怕这天真的天崩地裂。甚至连香港飞往日本9州的部分航班都因旅客却步而取消，可见这预言的影响之广。随着日期逼近，全球无数关注此事的人都绷紧了神经。网络上有个知名的日本地震监测直播频道，7月5日凌晨时同时涌入了将近25万名观众在线观看，大家屏住呼吸，等待所谓末日时刻的降临。日本当地时间4点18分终于到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什么毁天灭地的灾难都没有发生，只有在鹿儿岛南方海域的兔嘎喇列岛附近发生了一次规模 5.3 的小地震，稍微晃了一下，随后地震仪的震动曲线又归于平静，没有超级大地震，没有巨大海啸，一切如常。许多人守夜苦等到这一刻，所幸最后只是虚惊一场。日本气象厅在当天早上立即出面澄清，强调以当前人类的科学技术无法精确预测地震的时间和地点，呼吁公众不要被单日预言吓坏，而应该时刻做好防灾准备。简单来说，这场闹得人心惶惶的7月5日大地震预言就这样以一场小震动收场，人们松了一口气，末日并没有如期而至。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诡异的是，从那之后，日本反而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地牛打盹。在7月5日前夕，日本各地其实还相当不安宁，大小有感，地震频传。有媒体统计，1周内日本各地发生了将近500次地震晃动。当时不少人将这些频繁的小震视为不祥之兆，磅礴暴风雨前的暗涌。然而在7月5日预言落空之后，日本的地壳活动却变得异常安静。从7月上旬一直到8月中旬，连续5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地震。对地震多发的日本来说，将近1个半月没有出现中等以上规模的地震，实在非常罕见。不少日本网友和地震观测者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纷纷在讨论，平常每天都在摇的日本怎么突然安静了？有人开始担忧，这种异常的寂静恐怕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征兆。会不会正是更大的灾难前的大地屏息？那场迟早会来的大灾变是不是正在酝酿中？从科学角度来看，地震活动的频繁与寂静之间确实有可能蕴含着地壳压力变化的信息。我们常听说小地震多可以提早释放能量，避免大地震。反之，如果长时间没有地震，能量反而可能在断层带积蓄，最后一次过猛烈爆发。这种说法里有部分道理，但也需要仔细分析，频繁的小震能不能防止大震？地震释放的能量是按照震级指数级增长的，每增加1级，约等于能量增加32倍。因此，一场规模6的地震所蕴含的能量，可能要上万次规模3的小震才能抵消。也就是说，再多的小打小闹，对于大地震累积的庞大能量而言，只是沧海一粟。正如有地震专家形容的，指望一连串小地震来帮大地放气，就好比想用无数小针戳击下来，
给巨大的气球泄压，该爆的时候还是会爆，根本无济于事。甚至有时小震频发，恰恰意味着断层活动活跃，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而长期的平静则可能代表断层被紧紧锁住，应力在持续积累，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迎来猛烈的能量宣泄。简单来说，频繁的小震不一定安全，长久的不震更让人不安。对此，地质学上有个概念叫地震空白区，意思是在一段断层上，某些地段长时间没有发生地震，但两侧相邻区域都有活动，这未活动的一段就可能是地震能量蓄积的空白，往往成为未来强震的潜在震源区。日本恰恰存在这样的隐忧。举例而言，日本本州南岸外海的南海海槽地区就是全球著名的地震空白区之一。这里自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型地震，寂静了将近80年。然而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南海海槽并非一直沉睡无事，相反，它平均每隔1到2个世纪就会爆发一系列巨大地震，引发毁灭性的海啸。日本史书上多次记载过南海海槽大地震的灾难场景，例如西元1707年发生的宝永大地震，以及1854年的安政南海地震等，都属于南海海槽板块边界的巨震。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40年代，1944年和1946年，日本在南海海槽相继发生了2场规模8以上的超强地震，分别称作东南海地震和南海地震，造成了严重破坏。那已经是将近80年前的事情。自那以后，这片海域就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再没有出现过可观的能量释放。然而板块仍在继续推挤，能量还在暗中积蓄。按照以往的周期来看，南海海槽的大地震其实已经过期未发，随时可能重现。日本政府的地震调查委员会在近期评估中就指出，未来30年内南海海槽发生规模8到9级巨震的概率高得惊人。日本官方估计，这种特大地震的几率高达70%以上。换言之，从科学统计上讲，南海海槽的大震并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是何时来的问题。这就好比一把拉满的弓，安静地悬在那里，但谁都知道它终究会射出致命的一箭。而现在，日本经历了5周的异常平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那把绷紧的弓弦，会不会它已经快承受不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如果南海海槽真爆发超级地震，后果将会是日本近代史上前所未见的大灾变。南海海槽地震一般规模可达8级以上，最极端情况可能逼近9级，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万颗原子弹同时引爆。如此巨大的震动将在几分钟内撼动日本大半个国土，引发巨大的海啸奔袭太平洋沿岸。日本政府曾经推演过最坏情境，如果南海海槽发生规模9的超级地震，随之而来的海啸高度可能超过20公尺，迅猛冲上高知和歌山、静冈等县的沿岸城镇。在最不利的时刻，如半夜居民措手不及，巨大海啸足以吞没广大平原地区，淹没数十万栋建筑，造成数以10万计的人员伤亡。尽管日本多年来不断加强防灾演练和海啸墙等设施，但面对真正的大自然狂怒，人类的防线犹如纸糊，一旦溃堤，后果将难以想象。可以说，南海海槽大地震将是日本现代社会最严峻的考验之一。经济、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都有可能在瞬间瘫痪，带来连锁的社会危机。这场迟早要来的大地震，庞佛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知情的专家都忧心忡忡。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地震往往不是孤军奋战，它可能引发其他灾难的连锁反应。历史上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宝永大地震与富士山喷发。前面提到的1707年宝永地震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大级别的地震之一，估计规模达到 8.7 左右，震央位于南海海槽的东端。这场大地震造成了沿海大范围毁灭，超过2万人丧生。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结束，就在大地震过后仅49天，日本象征性的富士山突然爆发了激烈的火山喷发。这次喷发史称宝永大喷发，是富士山有记载以来唯一一次确定的喷发。据当时史料记载，富士山于宝永4年12月，
西元1707年12月开始喷发，剧烈活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火山在山腰喷出了新的火山口，今日称为宝永山侧。火山口大量火山灰直冲天空，甚至飘落到90多公里外的江户城。江户城下连日白昼如夜，厚厚的火山灰覆盖屋顶街道，一些木造房屋不堪重负而倒塌，人们惊恐万分，许多人逃离江户避难。一场大地震加上一场火山爆发，让德川时代繁华的江户遭受重创，经济民生陷入混乱。如果说宝永地震是大地对日本的一次猛击，那么富士山喷发就是紧跟而来的补刀，自然以摧枯拉朽之势展示了它毁灭与改变人间社会的能力。正因有宝永年间的前车之鉴，现代的地质学家也密切关注着富士山的动态。富士山作为日本的象征，其实是一座仍然活跃的活火山。虽然自1707年以来富士山再未喷发过，但科学家检测到富士山地下的岩浆库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尤其是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也就是311大地震之后，富士山附近的地壳应力发生了变化。多名火山学者指出，311巨震可能扰动了富士山的岩浆系统，让这座沉睡已久的火山进入了一种准备随时喷发的危险阶段。有日本地震学界的权威专家分析，东日本大震之后，富士山下方测得的微震活动有所增加，种种迹象显示富士山似乎正在酝酿能量。京都大学的地球科学名誉教授连田浩一甚至断言，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在2030年代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而这场地震极有可能诱发富士山喷发。他警告说，富士山目前已处于待命状态，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喷发。一旦南海道震加富士山喷发同时上演，现代日本恐怕将在一夜之间倒退回江户时代，也就是说，社会将遭受无可挽回的严重打击。电力、自来水、交通、资讯、网络等文明基础或将暂时消失。在最极端的情境下，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可能陷入瘫痪，全国经济活动停滞，秩序需要重新建立。这种描述听起来像灾难电影，但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科学推测的合理担忧。如今富士山脚下每年仍然监测到地震扰动，火山学家也持续在观测富士山的地壳变形和火山气体。如果问日本哪座火山最让人提心吊胆，富士山绝对榜上有名。毕竟它雄伟美丽的身姿下隐藏着惊人的破坏力，一旦它被引爆，那将会是对现代文明韧性的一次残酷考验。谈过了日本本土潜伏的双重大 BOSS 地震和富士山，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本以西，跨过日本海，在东亚大陆边缘还有一座巨大的威胁正在沉眠，那就是位于中朝边境的长白山天池火山。可能有人会问，长白山不在日本境内，和日本地震有什么关联？其实关联还真不小。地质学上一切都在环环相扣，造成日本地震的板块挤压与隐没，也同时孕育了长白山这样的内陆巨型火山。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长白山火山本身的威力。长白山位于中国东北边境，主峰白头山顶有一个碧蓝的天池，表面看它静静伫立，好像安稳无害的高山湖泊，但其实那湖泊正是一次超级喷发后遗留下的火山口。史料和科学研究都证明，长白山是一座活火山，而且在过去2000年内，它喷发过全世界最猛烈的火山之一。公元946年冬天，长白山发生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大喷发，火山爆发指数 VEI 达到7级。这个等级什么概念？著名的庞贝末日维苏威火山喷发。不过 VEI5 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在1815年的无夏之年喷发是 VEI7。长白山那次喷发的威力可想而知，相当于数千颗核弹一起炸开，火山锥瞬间被掀掉了顶部，喷出的火山灰直冲大气平流层。这场天崩地裂的爆发不仅改变了长白山自身的地形，还影响波及了周边几千公里的区域。根据中国、朝鲜、日本的古代记录，当时的景象可谓骇人。高丽王朝史书记载，是岁天古明，说那一年天空传来巨响，震得高丽国都开城，城内惊慌失措。
日本古籍《日本纪略》记载一年，公元947年正月，子夜震动，声在上，意思是半夜时分京都天边雷鸣不止，大地隐隐震动不安，旁佛有巨响传来。还有日本兴福寺年代记更直接记录10月7日夜，白灰散如雪，描述当时夜空中竟飘下白色的灰烬，如同下雪一般。这无疑就是长白山喷出的火山灰，随高空气流远远飘到了日本列岛上空。科学家后来在日本北海道和远东地区的地层中都找到过那次喷发留下的火山灰痕迹，证实长白山火山灰最远飘落到了千岛群岛海域。这场在中国边境发生的大喷发，硬是让千里之外的日本都闻到了硫磺的气味。长白山946年，这次喷发规模之大，因此被称为千年大喷发。据研究推算，喷发时火山云柱高达约25公里，火山碎屑流横扫了火山周围50公里以上的范围，所到之处生灵无法幸免。天池原本储存在火山口的湖水也被震荡倾泻，引发山洪或泥石流，将熔岩或泥浆推得更远，火山灰覆盖面积更是广袤。后世科学家估算，当时总共喷出了将近100立方公里的火山物质。相比之下，1980年圣海伦火山喷发只喷出了约1立方公里而已。可以说，长白山那一次是真正的天神震怒，级别灾难完全改写了当地的地理风貌。喷发之后，长白山原本超过3000米的圆锥形山顶崩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陨坑和积水成湖，这就是今天壮丽的天池火山口。天池周边还环绕形成了10几座残留山峰，像是大地炸裂后竖起的断垣残壁，静默地诉说着当年那场超级喷发的威力。这次喷发过后，长白山在后续几百年间又陆续活动了几次。例如12世纪末，高丽人曾记录到长白山一带井水沸腾、黑烟滚滚的异象。明清时期，火山也多次发脾气，尤其是在17世纪，连续有喷发记载，天空突然变色昏暗，闪电交错，空气中充满刺鼻的硫磺臭味，周围地面滚烫如蒸笼，把附近居民吓得四散而逃。可以想见，那段时期长白山也是频繁地对大地进行宣泄。直到近代，长白山最后一次明确的喷发记录是在1903年，规模不大，但周边降下了一些火山灰。之后100年间，它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很多人一度以为它死了。然而火山有自己的时间表，人类的100年不过是地质的刹那。事实上，长白山只是沉睡，而非死亡。21世纪初，科学家开始注意到长白山火山重新活动的迹象。从2002年到2005年间，中朝两国的火山监测人员陆续记录到长白山地下出现了一系列微小地震。一开始幅度很弱，但频率比以往背景值高，显示出火山区的地壳在蠢蠢欲动。中朝双方随即对这座跨境火山加强了监控合作，建立更多地震监测台站，安装地壳形变 GPS 仪器，严密监视天池区域的一举一动。到了2016年至2019年这几年，监测数据更是引人关注。长白山周边共发生了10次明显的有感地震，远超以往的背景频率。而且卫星和实地测量发现，长白山的地表在这几年间隆起了约7厘米。地面隆起往往是地下岩浆涌入的讯号，就像面包发酵会撑大面团一样，岩浆挤进地壳也会把地面顶起来几公分。同时，天池湖水温度和周边温泉也出现反常变化，说明地下热流在增加。有研究指出，在长白山地底下可能已经聚集了一团巨大的高粘性岩浆，面积估计超过首尔市的2倍。那里的高温高压气体和岩浆已被压抑太久，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难怪有人戏称长白山是东北的不定时炸弹。而更让周边国家神经紧绷的是，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发生后，远在千里之外的长白山似乎也受到了影响。有日本火山地震学家宣称，311大地震可能促使长白山火山的岩浆活动加剧，甚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在2032年之前，长白山喷发的概率高达 99%。 这近乎笃定的说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未免太夸张，但它反映出一种共识：长白山已经进入活跃期，
未来20年内很可能有较大喷发。除了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也不能忽视。2013年朝鲜进行第3次地下核试验时，长白山周边的地震仪突然观测到地震活动明显增多。在核爆引发地震的短短几秒后，距核爆中心只有约20公里远的天池附近就侦测到一次规模5左右的地震。科学家当时就担心，如果核试诱发的地震超过6级，极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引爆长白山的岩浆库。所幸那次没有酿成火山喷发，但这件事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长白山现在处于一种临界敏感状态，无论是自然大地震还是剧烈的人为扰动，都可能成为触发它喷发的诱因。换句话说，长白山进入了只欠东风的阶段。假如长白山在未来某天突然大爆发，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火山脚下的区域，并可能造成跨国的重大灾害。直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火山周边的中朝边境地区。据统计，长白山方圆30公里范围内现今生活着大约几十万人，包括中国的安图、敦化、白河以及朝鲜的两江道一带。如果火山再度 VEI 7级喷发，这区域将遭遇熔岩和火山碎屑流的覆盖摧毁，几乎无人幸免，一如当年庞贝城的命运。就算规模稍小一些的喷发，火山灰和熔岩块喷出也会导致建筑倒塌、森林引燃、河流堵塞，方圆100里内满目疮痍。更大的隐患在于火山灰和气体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大量的二氧化硫、盐酸、硫化氢等气体喷入平流层，会在高空形成气溶胶微粒，遮挡阳光。1815年坦博拉火山喷发后，全球气温平均下降了 0.5 度。隔年1816年变成没有夏天的一年，农作物欠收，引发饥荒和瘟疫。长白山如果同级别喷发，也极可能令全球气候出现短期冷却，夏季无常，颗粒无收。对当今世界已经吃紧的粮食供应链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火山灰飘落也是极大的灾难。火山灰其实是颗粒极细的火山玻璃和矿物渣子，既锋利又轻飘，它飘到哪里就会像毒灰尘一样覆盖在哪里。如果长白山大喷发，东北3省、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海沿岸都可能降下厚厚一层灰。灰尘轻则让呼吸道刺痛、皮肤过敏，重则压塌屋顶，弄垮电力通信设施。几厘米厚的火山灰覆盖就足以让高速公路无法通行，农田失去收成。如果降到河湖中，还会污染水源，飞机在火山灰云中更是无法飞行。2010年冰岛火山喷发时，一点点火山灰就让整个欧洲航线停飞多日。我们可以想象，长白山一旦剧烈喷发，整个东亚空域可能要净空，国际航班绕行，经济活动严重受挫。而且长白山火山灰里含有的毒性气体沉降下来后，会渗入土壤，导致大片农田多年无法耕种。对人口稠密、农业发达的东北亚地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不亚于战争的浩劫。以中国吉林省和辽宁省为例，那里是重要的商品粮产区，一旦火山灰覆盖，粮食生产将遭重创，影响不仅是区域性的，还可能波及粮价和民生。而对工业社会而言，火山灰带来的大停电、大交通中断也可能引发社会连锁问题。所以长白山的威胁绝对不仅仅是火山口附近而已，而是一场区域乃至全球性的灾难。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杀伤力清单上，地震和火山喷发无疑都名列前茅。而且有些地区还特别幸运，地同时摊上了这两样。在日本以及整个东亚，地震构造与火山活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两面。地震多发的隐没带在日本引发强震与海啸，同时隐没带深入地涵后，俯冲板块中的水分和挥发物会在深处释放出来，诱发上腹地幔部分熔融，形成岩浆。这些岩浆有的沿着板块边界冒出火山，比如日本群岛上的富士山、樱岛等，就是隐没带上的火山链。而有些岩浆则汇聚在板块更深处，形成所谓大地慢歇的地带。这个大地慢歇可以理解为隐没板块在约600公里深度停滞下沉时，在其上方积蓄的一大团软流圈物质。太平洋板块在日本之下隐没，到达地涵过渡带时速度减慢，甚至水平滞留。
在其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楔形熔融区域。这个隐藏在地底深处的 BMW 可不是名车，而是一台名副其实的地球引擎。它能把深处的热量和岩浆输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内陆。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日本海的对马火山带，乃至更远的蒙古高原，都发现了火山活动与深部地幔楔的联系。也就是说，日本的地震板块一直沉到东亚大陆底下，再以另一种形式引发了远离板块边界的火山喷发。长白山正是这套深层输送带的终点之一。所以当日本地震专家忧心日本本土将来地震火山双发，我们东北亚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隔着国境线的大火山其实和日本的板块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个恐怖的情境，假如太平洋板块在未来某时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先是在南海海槽引发9级大地震和海啸，同时触动富士山喷发，再进一步将能量和应力波及深部，在几年内让长白山这颗定时炸弹也被诱发，那将会是东亚前所未见的世纪大灾变。日本列岛和东北亚大陆都将经历灭顶之灾般的痛苦，人类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可能倒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当然希望这种最黑暗的剧本永远不要发生，但它并非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自然规律下存在的一种小概率事件。只要时机和条件极度不利，它就可能上演。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我们难道只能干等着这些灾难降临吗？难道无计可施？其实人类并非完全束手无策，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强监测和提前准备，把自然灾害的伤害降到最低。好消息是，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对于上述这些潜在灾变都已经投入大量精力监视和预警。日本有全球最密集的地震观测网和火山监测网，每当富士山周边出现异常震动或者地壳变形，科学家都会第一时间分析研判。中国在长白山地区也布设了15个火山地震监测子台站，并与朝鲜以及国际科研机构合作，每天监看火山的任何风吹草动。可以说，这些潜在的地球献祭，我们并非全无所悉，关键是如何让公众时刻保持防灾意识。日本这次五州平静事件，某种程度上就敲响了警钟。大自然随时可能给我们来一次出其不意的考验。今年7月5日那天大难不至，不代表接下来日子就高枕无忧。与其天天忧心网络预言，不如踏踏实实检查一下自家的地震应变计划。比如，应急避难包准备好了吗？家里的家具有没有固定防止地震掉落？住在海啸风险区的人知道最近的高地在哪吗？毕竟，正如气象厅所说，真正保障安全的不是神秘预言，而是扎实的监测和日常演练。我们无法阻止地球释放能量，但我们能决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在灾难来临时保护好家人和自己。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日本5州的地震沉默是否意味着大灾变将至？老实说，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如果说有，那也是地球本身知道答案。从古至今，地球经历了无数次能量的聚集与释放循环，板块推挤，能量累积，然后寻找到了薄弱处，骤然爆发出来。我们人类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但地球的活动周期动辄以万年计。对我们而言，漫长的几十年平静，对地球来说或许只是打了一个瞌睡。当它醒来，伸个懒腰，很可能就是山崩地裂。我们可以把地震、火山看作地球在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仪式，就像古人献祭求雨一般。只不过这场仪式不需要任何主持人，地球自己就是主宰。有时我们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难道大地真有灵性，要以人类的苦难作为祭品，才能平息它体内的怒火？当然，从科学上说，地球不过是在按照物理定律运转，但那种不可抗拒的宿命感却让世世代代的人产生了无数神话与敬畏。每一次大灾难过后，幸存的人们都磅礴经历了一次净化与洗礼。灾后的断壁残垣就是大地祭坛上的贡品，重建家园的过程就是人类对大自然再度臣服又重新挑战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平静，不管是真平静也好，暴风雨前的宁静也罢，都应该保持敬畏和准备。5州不震并不值得庆幸，相反，更应该让我们保持警醒。在科学上，
或许将来回头看，这段时间没什么特别，只是随机的波动，但也不排除它就是一次大事件前兆的可能。对此，我们既不必恐慌，也绝不能麻痹，毕竟该来的迟早会来。既然地球的大循环无法避免，那么聪明的做法就是预先做好功课。日本政府和民间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未来南海海槽大地震时把伤亡降到最低，如何在富士山爆发时快速清除火山灰自救。这些看似杞人忧天，却是极其必要的未雨绸缪。对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而言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威胁无处不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怀着敬畏之心与科学理智，一方面监测研究灾害发生机制，另一方面提升社会的抗灾韧性。总而言之，日本这场5周的地震沉默引发了许多联想和担忧。也许它真的只是一场普通的地壳休息，接下来日本又会恢复常态的小震频发。也许它是巨变前夜的诡异宁静，一场惊天动地的地球献祭正在暗中酝酿。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应从中得到启示。无论是地震还是火山，平静的表象下可能隐伏着巨大的能量。我们这代人正在见证地球的一次漫长深呼吸，但愿它吐纳之后能温和一些，别对我们太过苛刻。然而，如果大自然最终选择展现威严的一面，我们也只能直面它的审判。天灾之下，芸芸众生是那样渺小，但正因渺小，更要守望相助，临危不乱。历史证明了人类的脆弱，也证明了人类的顽强。每次大灾难过后，我们终究还是顽强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延续文明。这或许就是给予献祭后幸存者的奖励。希望我们永远不会迎来那天，但如果命运无法改变，我们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准备的幸存者。大地沉睡的巨龙何时苏醒，没有人知道，但我们清楚知道，此时此刻的宁静绝不能让我们沉睡，因为下一次大灾变降临时，睁开眼睛清醒以对的人才有更大的机会见证风暴过后的彩虹。